警视厅掌控局面之后，青石联盟幸存的半数杀手终于松了口气。毕竟是警视厅，肯定要讲基本武德，不可能发生那种开着车往里撞，或者往里丢炸弹的操蛋事情。山口组的人也感觉看到了希望，与其被堵在这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地方，还不如赶紧被警察抓走丢进监狱，起码是个人待的地方。最郁闷的要数道川会，他们没见识到叶晨的恐怖，只觉得这次行动晦气无比，刚到就跟山口组那帮狗杂碎交战，没讨到好处也就算了，后路又被人断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过道里一通乱打，到现在还没看见敌人的样子，就要被捕了。警视总监此时已经怒不可遏，这帮狗胆包天的黑社会竟然敢来三井良校的地盘刺杀塔瓦纳，而且还造成了高达3位数的伤亡，这简直就是生砸自己的饭碗。事情就算是自己亲儿子干的，自己都恨不得一刀砍了他，更别说是一帮黑社会了。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山口组和道川会的负责人，并且在电话里只给2人分别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想今晚被警视厅的特警乱枪打死，就立刻给我滚到巨蛋来。这2人都没想到警视总监居然亲自打电话过来，这时才意识到自己一心想抢那10亿美金的暗花，很可能头脑一热闯下了大祸。这2人在日本虽然都是坐拥上万小弟的黑道大哥，但这不代表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平时做点擦边灰产，或者偶尔有点暴力犯罪，警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一旦触碰到警方的逆鳞，那日子绝对好过不了。更何况打电话给他们是警视总监，是东京乃至全日本警察的一把手，惹到他对黑帮分子来说已经是闯祸的最高级别，搞不好真要小命不保。于是2人哪敢耽搁，立刻便启程前往巨蛋。而警视总监此时又将电话打给了三井良校的弟弟三井良康。三井良康此时正在驱车前往人野八海的路上，在他的预想里，哥哥此刻肯定已经被自己的武士干掉了，甚至连他的独生女三井新美都有可能一并被杀。按照现在三井家族的继承顺序，如果只是大哥死了，理论上是侄女三井新美继承，可关键是三井新美并没有结婚招婿，按照家族传统，她现在还不能直接继承家族之位，所以三井家族的大小事务都将由自己代为管理。如果侄女也死了，那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直接成为下一任家主。而他此时前往人野八海，也是为了做戏做全套，为了今晚的行动不会引发怀疑，他特地雇佣了几名杀手对自己父亲养老的宅邸发起攻击，然后自己调动家族的直升机和武装保镖前去支援，连自己也都第一时间出发前往。如此一来，大哥死在巨蛋，自己就可以撇开干系了。这一次他觉得简直就是天助我也，因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竟然花10亿美金要买塔瓦纳的命，自己的杀手把他们全部干掉，就可以把锅甩给美国那个下了暗花的神秘人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看到来电是警视总监，心下顿时一阵狂喜。自从离开巨蛋之后，他就一直在等一个噩耗，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噩耗会是什么人来通知给自己。看到警视总监来电，他下意识就以为大哥肯定已经死了，现在警视厅肯定也已经到了巨蛋，所以警视总监亲自打电话给自己告知噩耗。于是他接通电话，故作好奇地问渡边先生，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警视总监酝酿了一下情绪和语气，开口道，三井先生，我打电话来是有一个噩耗要告诉你。此时的三井良康还不忘演戏，他连忙问渡边先生，难道是我在人野八海的父亲遭遇了什么不测了吗？不是，警视总监撒谎道，是你的哥哥三井良孝先生，他在巨蛋遇害了。什么？三井良康故作悲痛地问道，你说我哥哥遇害了，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警视总监心说，
是啊，我是在骗你啊。你哥哥让的，你是听出来了，还是在故意跟我演戏呢？想着，他嘴上还是入戏，很深地叹了口气，无奈道：非常抱歉，三井先生，你的哥哥确实遇害了。今晚有很多黑帮成员，甚至有可能还有很多职业杀手到巨蛋来暗杀塔瓦纳斯维特。你的哥哥不幸被他们杀害了。三井良康下意识地用力按住自己的心脏，这是因为自己的心脏在听到警视总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跳动的速度几乎翻了1倍。只不过这并不是悲痛所导致的，而是兴奋所导致的。但是该演的戏还是要演。他哽咽着说道：怎么会这样？哥哥还那么年轻，正值壮年，而且他身边有那么多的保镖，怎么会遭遇不测呢？说着，他也不等警视总监回答，便迫不及待地问：渡边先生，我的侄女她还好吗？好像今晚她和我的哥哥一起出席了活动，她有没有遇到危险？警视总监一下子愣住了。这个问题，三井良校并没有给他标准答案，所以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作答。不过，警视总监毕竟是警视总监，反应速度比一般人还是要快上一些。他觉得三井良校连自己都说死了，大概率是想给弟弟三井良康放个烟雾弹，那自己不妨就把烟雾弹放得更狠一些。于是他便非常惋惜地说道：斯米马赛三井先生，你的侄女也遇害了。噗嗤，三井良康一下没忍住心底的兴奋，竟是噗的一下险些笑出声来。不过他立刻便换上哭腔，痛苦不堪地哽咽道：啊，怎么会这样？新美才20多岁，这帮杀手怎么能这么残忍？警视总监摸了摸鼻子，开口道：三井先生节哀，我打电话来就是把这个消息先告诉你。不过今晚巨蛋这边发生的事情确实非常严重，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先不跟你说了。三井良康立刻说道：渡边先生，我现在就过去，我一定要亲眼见到我的哥哥和侄女。警视总监觉得这可能才是三井良校让自己演戏的目的，于是便道：好，如果你方便的话就过来吧，我这里已经戒严了，不过你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我会让专人把你带进来。好。三井良康道了声谢，便立刻挂断了电话，随即兴奋不已地对司机说道：掉头掉头，现在就掉头回去。此时的巨蛋，整个后台以及后台内部人员专用的车辆出入口已经全部被警视厅的警察戒严，直升机来来回回飞了很多趟，运送了大量的 SWAT 到现场和附近。这么大的动静无法瞒得过民众，所以很多人在网上讨论，不知道巨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引来这么多的警察。萧初然和董若琳此时已经按照叶晨的交代，先行离开场馆前往酒店。不过在回酒店的路上，也看到了几架警用直升机往巨蛋方向飞。萧初然还专门给叶晨发信息询问他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叶晨便告诉他是塔瓦纳遇到了一点危险，不过警察已经赶到并且处理好了。10几分钟后，一辆佐舵宾利木上开到了巨蛋的内部出入口。在日本，车辆靠左行驶，所以绝大部分车辆都是右舵车。但是在日本有钱人的世界，都以开左舵车为荣，所以经常能够看到许多进口的超豪华车在日本都是左舵。虽然开起来很别扭，但这也是日本有钱人一种个性的象征。此时执勤的特种警察将车辆拦停，几十支枪口对准了所有车窗，后排车窗落下，一位50多岁的日本男子非常小心地说道：警官们好，我是道川会的高冈真知。距离他最近的特警一听这话，直接将手中的 HK416突击步枪探进车里，将枪口抵在乐高冈真知的额头，冷声道：滚下来，敢做出任何危险动作，我都有可能开枪。高冈真知吓得浑身一哆嗦，自己明明已经通报了自己的身份，这名特警还敢用枪口对准自己，并且如此出言不逊，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上级已经给了他明确的命令，要求他这么做。
看来自己这次真的是闯下大祸了。于是他只能老老实实的说道：“请不要激动，我这就下车。”说罢，他便伸手要去开车门。那特警冷声道，双手举起来，不要乱动，任何一只手离开我的视线，我都有可能会开枪。这高冈真知尴尬地说道，你不让我乱动，我怎么开门下去呢？要不辛苦你帮我开一下门，或者让我的司机去帮我开门。那特警不屑地说道，把你的双手伸出窗外，我的人会帮你出来的。什么？高冈真知诧异地问，什么叫你的人会帮我出去？特警没有任何功夫跟他解释，他后退一步，双手将枪端得更紧，右手的食指已经搭在扳机处，厉声道，双手伸出窗外，立刻马上。高冈真知生怕对方真的开枪，赶紧老老实实的将双手伸出车窗外。这时另外2名特警立刻走上前来，一人抓住他一只手，硬生生的便将他从车窗里拽了出来。高冈真知的身体被拽出车外，脚踝刚出来便立刻向着地面砸去。他刚想用双腿找平衡站稳，却没想2名特警故意用力，猛地又向下拽了一把，让他身体直接重重地砸在地上。还没等他从剧痛中回过神来，特警便立刻将他双手从背后铐住，拎起来便带了进去。特警又将枪口对准司机，将司机也拽下车，牢牢制服。这时一辆同样左舵的劳斯莱斯也开到了跟前，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车窗放下，里面的男子带着几分倨傲地说道，我是山口组的西田玉。西田玉红还没说完自己的名字，便被枪口顶住脑门。那特警厉声吼道，废话少说，滚下来。